布劳内拉肚子未能出场，曼城状态低迷，却依旧从伯纳乌3-3皇马全身而退。南大王做客伦敦对决阿森纳，屡陷争议判罚，最终2-2战平。双方都将悬念留到了次回合。伊蒂哈德和安联大决战悬念拉满。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场比赛，曼城和皇马发生了什么？在次回合又该怎么办？阿森纳和拜仁究竟谁在裁判上占了便宜？那么先说伯纳乌这场神仙打架，6个进球，个个都是神仙球，精彩绝伦。但是从场上表现来看，皇马其实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胜利。今天曼城状态奇差，皇马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队内进攻核心德布劳内离谱的在赛前拉肚，导致不能出场。我合理的怀疑他给他的国家队队友阿扎尔打了电话，去了他经常前去的汉堡店，不然为啥只有他一个人肠胃不适呢？其他人都没事，肯定偷吃了。如果这场比赛真是输了，那么曼城很可能成为史上第一个因为核心拉肚子而被淘汰的卫冕冠军，那真是太幽默了。除了德布劳内，罗德里也是尽显疲惫，状态不好。科瓦基奇一般，福登上半场和哈兰德是一同隐身，下半场来了个惊天世界波，成功醒来，但是哈兰德却还在沉睡。今天哈堡真是洗不了一点。在面对吕迪格的时候呢，没有获得一点的优势，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弄不了吕迪格，他不去找楚阿梅尼对抗呢？吕迪格又不可能跟着他跑，是战术安排还是上头了？亦或者今天呢，对于哈兰德的要求就是在前场去进行骚扰？今天的曼城基本上这个球员状态是他最低迷的比赛之一，特别是核心球员的发挥。但是呢，皇马没赢下来，从战略角度来看太可惜了。这场比赛双方战略博弈点，呱呱很显然就想保平，甚至呢输一个球他都没破防，都觉得勉强能接受，抱着就是回伊蒂哈德决战的心思，就如同去年一样。反而皇马开场非常的具有侵略性，从战略角度来看的话，皇马贯彻的更为彻底，就如同我赛前所说，你沃克不在，我打的就是你身后阿坎吉和鲁本迪亚斯，我用的就是我维尼修斯和卢德里戈的1对1能力。那么赛前所讲亦是安切洛蒂所想。这场比赛呢，维尼修斯和罗德里戈都在左路活动，右路边路以守代攻，抓你反击和转换，相当成功。第二个进球就是一次完美的诠释。曼城呢，除了碧玺和格什全场表现极佳之外，福登也是最后才行，传控失误一大堆，进攻穿插不明确，踢的确实是非常的糟糕。那么还好，胡定两脚世界波拯救了这个夜晚，也把更大的胜算带回了家。那么说说双方的丢球，曼城第一个进球就是卢尼的失误，人墙和他的选位都很糟糕，这个球他是100%的责任。曼城2个世界波其实也是皇马现在缺少6号位的一种反馈，弧顶空的球队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了，这2脚球打的也是太惊艳了。皇马的反击是战术的成功，巴尔韦德的进球更多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神仙球你谁来也没辙。双方第2回合目前来看曼城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但是呢，联赛赛程紧张，皇马做客伊蒂哈德可以一字决拖，把点球大战积攒到自己的战术布置当中去，不要想着90分钟之内我一定解决比赛，打得越久，曼城越累，那么你的反击机会就来了。阿森纳在主场战平拜仁，拜仁跟曼城是一样做客我就以防反为主，效果不错。阿森纳则是想抢开局，想拼主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阿森纳掌握着主动权，但是你看绝对机会拜仁是不差的，包括萨内还有一单刀。那么这场球大家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在裁判身上，我也不怕得罪人，我们呢一个来。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阿森纳在禁区里有一个手球犯规，裁判员在响哨示意开球之后，阿森纳守门员拉亚把球传给了中后卫，中后卫在禁区里用手将球抱了起来，重新发球。这个球100%应该判罚一个点球。当然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野哨是不是观众吹的？但是如果是裁判员响的哨示意开球，那么为什么不给点呢？你不能因为这个失误太低级，就人为的修饰规则，保障比赛的精彩程度。欧冠顶级比赛不是幼儿园，每一个球员都是全世界金字塔最顶端的高薪职业球员，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低级失误买单。这个球100%应该判1点。那么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比如说裁判员响哨，守门员啪触球，然后呢前锋偷鸡把球打进，你像姆巴佩、C 罗都有这样的机会和进球表现所以讲呢，这个球应该是一次争议。那么再来看看拜仁这边，萨卡倒在了禁区，是不是碰瓷儿？是碰瓷儿，但是是不是点球？我觉得是点球。首先呢，跳水和碰瓷是两码事儿，跳水是骗，碰瓷是找，顺势而为，故意我找你的腿，然后摔倒，谋取点球，这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一个是莫须有，一个是规则内的事实。那么萨卡这个球呢，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找点球。你从事后镜头就能看出来，他的右腿横向绊在了诺伊尔的腿上，但是诺伊尔的右腿是有防守动作的呀，他不是立正他的腿伸出来了，阻挡了萨卡内切的一个线路，而且没踢到球。所以呢，这种球是一定有争议的。萨卡是有心思的，但是裁判是完全可以判的。我估计裁判呢有点找平衡的意思在里边，因为阿森纳禁区里面那个没给，补时时间这边点球他也不给，都是给不给都能扯两句的球，和个心意得了呗。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将这2个办法全部拆开来看，我觉得呢双方应该各获1点。我觉得拜仁呢
没必要纠结这个点球是不是点，毕竟没判。客场2-2的比分对于拜仁来讲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回到主场赢了就晋级，那么竞技体育只会记住胜利者，拿了冠军没人会在乎你这个点球。那么如果你在主场没赢，安联失陷，你没晋级，那么这些吵来吵去又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次回合，不得不讲，拜仁已经拥有了70%以上的胜算，阿森纳还是太年轻了。今天后防线又是频繁失误，去到安联拜仁主场，很难相信他们能够稳住90分钟。但是呢，个人建议阿森纳次回合蹲坑防守抓反击，就像打曼城一样，在伊蒂哈德那样打2个后腰，对吧？我尽量把我的防守阵地落回中线，那么奔着点球去，或许尚有一线生机。同时，不管出不出线本赛季阿森纳已经算是破除心魔了。次回合只要能够站着从安联走，不被打个大比分，就算是浴火重生。那么阿尔塔和他的球队未来是光明的，因为我相信呢，阿森纳的球迷他们还是非常有耐心。本赛季在欧冠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讲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输给拜仁也不丢人。那么如果能赢了拜仁，那么就是一个莫大莫大的惊喜。希望双方球队在次回合都能贡献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